今天老师早上比较忙，去当志愿者，所以没有办法散步。那下午比较有空了，所以趁着散步的时候，老师来跟各位同学介绍有趣的成语。各位同学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呢，常常看到譬喻法或者是比喻的方法来形容描述一件事情或一个物品，这个方法这个叫做修辞法。这种方法呢比较难，我们叫做比喻或者是譬喻。这个在英文应该叫 analogy。OK， 就是你把 A 描述成 B， 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比喻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人生如戏，人生 life， 你把它描述成另外一个东西，戏就是 drama， 人生就像是一出戏一样，我们都好像这出戏里面的角色，所以人生就好像是一出戏，人生就好像是舞台，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戏，这个如这个字其实就是 such as 或者是 like 意思啊，所以这个在中文叫做比喻或者是譬喻，把 A 东西描述形容成 B 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中文常常说岁月如梭，梭表示很快的动作，像古时候的妇女在织布，她们要用织布机，然后会很快，那个织布的动作很快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叫梭，梭表示很短暂的时间。岁月如梭就表示时间过得好快啊，好像织布的那个动作一样，时间过得非常快。岁月如梭的意思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，所以这些都是中文常用的譬喻法，或者我们叫它比喻。好像很多同学，今天老师很帅，谢谢。秀芝来了 ，C 同学，佳琪，对，比喻跟譬喻，把 A 描述成 B。岁月如梭，这个梭是太空梭的梭，不是说话的说。太空梭的梭，梭的原意是女生织布的那个机器，那个东西叫梭，形容很快很快的时间，很短暂很短暂的时间。岁月如梭，人生如戏。好，那么对，好，那么这个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今天简单讲了两个成语啊。一个就是人生就好像演戏一样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呢？第二个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，所以这个叫做岁月如梭。好，那么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成语不是这个，我要讲的成语是出于蓝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在中国古时候，大家要怎么用蓝色这种颜料呢？他们必须古时候的人必须找一种草，这个草叫了兰。了兰这种植物，它的叶子是蓝色的，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呢，会把了兰的叶子给磨碎，就可以得到这个一种很漂亮的颜色，叫青色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了兰这种植物的叶子是蓝色的，蓝色已经很漂亮了，但是古时候的中国人呢，会把了兰的叶子磨碎之后，从里面提炼出更漂亮的颜色，叫青色。青色这种颜色跟蓝色很像，但是比蓝色漂亮多了。所以呢，古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叫青出于蓝，意思是青色是从蓝色提炼出来的，但是它的颜色比蓝色漂亮多了。以后的人呢，就用这句话
来形容，比如说理查老师教出来的学生，这些学生的成就比理查老师好，这些学生赚的钱比理查老师多，这些学生的社会地位比理查老师高，这些学生的工作比理查老师还好，所以这些学生我们就可以用青出于蓝这个成语。哇，理查老师教的学生真是青出于蓝，什么意思？表示理查老师教的学生成就都比理查老师好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，当你要去形容你的父母亲很有成就了，但是你的成就比你的父母亲还要高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哇，你真是青出于蓝啊，你的父母已经很棒了，结果你比你的父母亲还要厉害。所以这个就是青出于蓝，特别用在学生身上吧。学生的成就比老师好，孩子的成就比父母亲好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哇，你真是青出于蓝。当然最后还有3个字叫胜于蓝，就是比蓝色还要棒，胜就是超越的意思。所以它整句话是青出于蓝，胜于蓝。我们有时候用青出于蓝其实就懂意思了，而且很常用。这句话是赞美人家的，表示你的孩子或你的学生成就比你好，这句话是用来赞美你的孩子、你的学生的。当然你自己本身也要有所成就，你本身也是要有不错的工作，然后大家尊敬你。但是你的小孩、你的学生做得比你还好，你就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对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人生如戏。好，所以懂了吗？那有时候你会听到这句话，你就要懂意思了。青出于蓝，其实荀子他还用另外一个比喻，他说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冰的温度比水还低，而且呢，冰的用途也非常的广泛，所以这个冰是由水所制成的，所以荀子用的第2个比喻就是冰块也是从水出来的，但是却比水还好用所以这是荀子的第2个比喻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各位同学，你们要努力学习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变得很有成就，说不定会比你们老师的成就还要高。好，听懂了吗？青出于蓝胜于蓝。老师刚刚前面讲的2个成语，还有人生如戏，有时候我们也说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岁月如梭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